卖血凑钱救你爸，砸锅卖铁给你开公司，3年真心换来你养小三。江心瑶，你就是个黄脸婆，别在江氏大厦给我丢人现眼。宋家祖传玉牌在我这儿，你戴的就是块塑料垃圾。宋明轩，错付3年，这笔债我今天连本带利全收回来。小李，大厅中间的千年紫檀茶桌怎么卖？我想给我老公买一套。我拿着一个旧保温饭盒，来到江氏金融大厦的豪华家具行里。江总，您眼光真毒，这套镇店之宝标价1000万。导购小李笑得恭敬，我满意的点点头。行，就它了。我老公的房产中介刚搬进这栋楼，正需要充门面。明轩平时也爱喝茶，他肯定喜欢。我满意的点点头，掏出手机打给老公。电话响了，那头隐隐传来女人的娇笑声，我心里一紧。喂，老公，你在哪？你办公室还缺什么家具吗？宋明轩的声音透着强烈的不耐烦。我还在外面谈大客户。江心瑶，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你别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我行不行？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不是小事。老公，我熬了1碗的乌鸡汤，想给你送过来。顺便，我看中了一套紫檀茶桌，想买来放在你办公室充门面。宋明轩毫不留情地讽刺起来。买茶桌？江心瑶，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平时连件超过100块的衣服都舍不得买，现在跑去高档家具行看什么茶桌？你别在那给我丢人现眼了，万一让我手底下的高管看见我有个穷酸老婆，我的脸往哪搁？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愣在原地。小李看着我手里的饭盒，叹了口气。江总，您对宋总真是没话说。当年他爸查出尿毒症，医药费是个无底洞，您二话不说，把所有机器全拿出来了，硬生生把他爸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几年，您又砸锅卖铁给他开公司，还大老远送鸡汤。小李的目光落在我脖子上。您脖子上这块玉牌，连个鉴定证书都没有，就这种几块钱的地摊货，您还天天当个宝似的戴着。我低头摸了摸脖子上的玉牌，笑了笑。这是明轩家祖传的，他说这是宋家传给绿带长媳的定情信物，东西不值钱，可心意重。行了，你先去开单，我给他打个电话。小李点点头，转身往柜台走。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高跟鞋声。售楼部经理方雨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她身后还跟着2个女销售。2个女销售满脸谄媚。哇，雨嫣姐，您快看这套茶桌，这也太气派了吧！要是放在宋总的办公室里，绝对能镇住那些大老板。方雨嫣高傲地环视一圈，目光锁定在茶桌上，眼光不错。这种级别的好东西，也就只有我们宋总才配拥有。他走近几步，刚想伸手摸茶桌，目光却突然落在了我身上。他猛地捂住鼻子，往后退了2大步。哎呀，这哪来的要饭的，简直要熏死我了！保安都是干什么吃的？方雨嫣死死盯着我手里的保温饭盒，满脸鄙夷。把高档大厦石地板踩脏了，你赔得起吗？我皱起眉头，冷冷盯着他。你在说我？我在这看家具，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方雨嫣双手抱在胸前，冷笑连连。说你怎么了？在这看家具，你买得起吗？这可是1000万的古董茶桌，我看你就是跑来偷偷卖盒饭的，带着你的馊饭滚出去，别脏了我的眼！旁边的女销售也跟着大声帮腔。这可是江氏金融大厦顶楼，是我们宋氏房产中介的大本营。雨嫣姐马上就要把这茶桌买下来送给宋总了，要是让宋总知道有你这种穷光蛋，肯定会大发雷霆。女销售上前一步，嫌恶地挥着手：“赶紧滚！弄脏了雨嫣姐的包，你几辈子都还不清！”方雨嫣猛地一脚踹翻旁边的垃圾桶，趾高气扬地走到我面前。她用美甲狠狠戳着我的肩膀，嚣张至极。听见没？这茶桌我看上了，我要了！现在立刻带着你的破饭盒从这扇门给我滚出去！见我冷着脸没动，方雨嫣直接把随身的包啪的一声砸在桌子上。还不滚？那就把这1000万茶桌的单给我买了，就当是你这种人弄脏地板的赔偿。听到这话，我简直气笑了。让我给你买单，我凭什么给宋明轩买单？你算个什么东西？方雨嫣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伸手指着我的鼻子，问我算什么东西？哼哼，在这栋大楼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旁边的女销售满脸谄媚地拍着马屁。
瞎了你的狗眼！于嫣姐可是宋氏房产中介的金牌售楼总监，得罪她，让你在这个城市要饭都没地儿要。我眼神一冷，宋氏房产中介方雨嫣得意忘形。没错，识相点。我告诉你，宋总马上就要包下这整整1层楼当新总部，到时候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更别说你这种卖盒饭的。我冷冷地看着他，包下这层楼，好大的口气！谁给你的权利，替他做主？方雨嫣上前一步，压低声音，满脸都是炫耀。谁给我的权利，在宋氏我说了算。这句话宛如一道晴天霹雳，狠狠砸在我的头上。你说什么？我死死盯着他。你是宋明轩的老婆？方雨嫣轻蔑地翻了个白眼。怎么，土包子吓傻了？赶紧结账滚蛋！再不滚，我马上叫保安把你从这栋大楼里轰出去！我浑身发抖，死死攥着饭盒的提手。你再说一遍，你是宋明轩的什么人？方雨嫣扯着嗓子吼道。耳朵聋了，我是宋明轩的老婆，未来的宋氏总裁夫人。我眼眶全红了，根本不敢相信。不可能，宋明轩明明有结发妻子。旁边的女销售满脸嘲讽。雨嫣姐，跟这疯婆子废什么话？提这个饭盒傻站着，脑子有病吧？赶紧滚！女销售一边骂一边猛地伸手，狠狠推了我一把。我脚下一个没站稳，踉跄着往后退去，手里的饭盒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地上，盖子摔开。我熬了一整夜准备给明轩补身体的乌鸡汤，瞬间泼了一地。看着满地狼藉的鸡汤，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你们竟然搞！方雨嫣捂着鼻子连连后退，满脸嫌恶。恶心死了，弄得满地有水，就说是卖盒饭的，赶紧叫保洁来拖地。女销售尖酸刻薄的指责。弄脏了我们要买的茶桌，你赔得起吗？我深吸一口气，强行逼退眼泪，眼神彻底变得冰冷。我掏出手机。好，你说你是宋明轩的老婆，我当面问问他，他的老婆到底是谁？我毫不犹豫，迅速拨通了宋明轩的号码。电话还没接通，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满头大汗的跑了过来，他胸前挂着大厦新物业经理的牌子。方总监，实在不好意思，是哪个不长眼的打扰您看家具？方雨嫣指着地上的鸡汤，趾高气扬。就是他，一个卖盒饭的，不仅不走，还弄脏了高档地板，你们大楼安保怎么做的？宋总可是马上要包下这层楼的大客户。物业经理一听，立马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怎么混进来的？弄脏了地板赔得起吗？赶紧滚，不然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我冷冷盯着他。你是新来的物业经理，你不认识我？物业经理破口大骂。我管你是谁，得罪方总监，得罪宋总，这栋大楼就没你站的地方。我懒得理他，直接转向方雨嫣，咬牙切齿。宋明轩早有结发妻子，当年他爸得尿毒症，是谁砸锅卖铁救的命？他敢娶你，就是丧尽天良。方雨嫣不仅不怕，反而放声大笑起来。结发妻子，编瞎话也编得像点。说着，他从衣领里掏出一块水头极好、通透翠绿的翡翠玉牌，在我眼前得意地晃了晃。这是宋总亲手给我戴上的，宋家祖传的翡翠玉牌，只传给未来的宋家少奶奶，这就是身份的证明，还敢说我不是他老婆？我的目光死死定在那块翠绿的玉牌上，呼吸彻底停滞。我颤抖着手从领口扯出那块一直贴身戴着的同款玉牌。方雨嫣看到我也拿出一块玉牌，脸色猛地一变，随即轻蔑大笑。哟，臭卖盒饭的，还敢去地摊买假货碰瓷？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真东西！他猛地伸手，一把拽下我脖子上的玉牌，狠狠砸在大理石地板上。叮的一声脆响，玉牌竟然没碎，他在地上弹了几下，发出了沉闷的塑料声。女销售指着地上的假玉牌，捧腹大笑，连个缺口都没摔出来，几块钱的塑料牌子。我呆呆看着地上的塑料牌，浑身冰凉。当年我把所有积蓄交给宋明轩，他痛哭流涕给我戴上这块祖传玉牌，发誓一辈子只爱我一个。我绝望的自嘲，声音冷得结冰。塑料不仅玉牌是假的，宋明轩，你的良心也是假的。救命之恩就换来一块塑料。方雨嫣得意洋洋拿出手机，按下免提。怎么被揭穿没话说了吧？我现在就给明轩打电话，让他听听你怎么在这发疯。电话嘟嘟2声接通了。喂，雨嫣宝贝，茶粥看好了吗？宋明轩温柔讨好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我猛地睁眼，眼神再没半点温度，死死盯着那部手机。老公，大厦里跑进来一个卖盒饭的穷光蛋，非要抢你看中的茶桌。方雨嫣捏着嗓子在电话里娇滴滴地告状。
电话那头，我老公宋明轩冷哼一声：“什么卖盒饭的，叫保安扔出去，别影响你买茶桌的心情。”我死死盯着手机，咬着牙开口：“宋明轩，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电话里瞬间安静了。过了足足5秒，宋明轩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江心瑶，你跑到大厦去干什么？你是不是有病？”我指着地上的塑料玉牌，手抖得停不下来。老公，你当年给我的祖传玉牌是塑料的，现在真翡翠戴在他的脖子上，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宋明轩根本不接这茬，反而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解释个屁！你看看你穿的那身破烂，你跑到江氏大厦去是存心想让我手底下的高管看笑话吗？”我的心彻底凉透。老公，你爸当年换肾的钱是我卖血凑的，现在你为了个小三嫌我丢人。宋明轩恼羞成怒：“你闭嘴，马上给语言道歉。他是我们公司的金牌销售，得罪了他，你吃不了兜着走，赶紧滚回去。”方雨嫣得意地挂断电话。听见没？明轩让你给我道歉，让我给你道歉。做梦！我冷眼看着方雨嫣，转身就走。新物业经理一把拦住我：“站住！弄脏了地板，不赔钱就想走。”他转头大喊：“保安，把门锁上，给我搜他的身！”几个保安立马围了上来。就在这时，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林叔带着10几个穿黑西装的大汉大步流星走出来，他们是我的物业收租大队。林叔看到我被围住，脸色大变：“放肆！你们在干什么？”物业经理不认识林叔，斜着眼骂：“老东西，少管闲事儿！我正在帮宋总和方总监清理要饭的。”林叔气笑了，直接掏出对讲机：“马上封锁这层楼，把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全给我扔出去！”黑衣大汉齐刷刷冲上前，物业经理吓傻了。我立刻给了林叔一个制止的眼神。现在把宋明轩赶走，太便宜他了。林叔看懂了我的眼神，强压怒火：“你们好大的威风！我看这江氏大厦改姓宋算了。”林叔转头看向我，深深鞠了一躬：“这位女士，我们是物业稽查，您先走，这里交给我们。”我点点头，越过方雨嫣，头也不回地走进电梯。我回到那个30平米的老破小出租屋。当年为了给他爸凑医药费，我们搬进这里，一住就是3年。我从床底拉出编织袋，开始收衣服，防盗门被人一脚踹开。宋明轩带着方雨嫣走进来，方雨嫣捂着鼻子，满脸醒目：“哎呦，这什么破地方，一股子穷酸味，狗都不住。”宋明轩看都没看我一眼，直接把2张纸甩在破茶几上：“江心瑶，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懒得装了，签字吧。”我停下手里的动作，走过去，拿起那2张纸，离婚协议书。我气笑了：“老公，你爸这条命是我救的，你开公司的钱是我砸锅卖铁凑的，现在公司赚钱了，你要跟我离婚？”宋明轩点了一根烟，满脸不耐烦：“别拿当年的事来压我，我现在是宋氏中介的老板，马上就要拿下江氏大厦的代理权。你一个黄脸婆，配得上我吗？”方雨嫣靠在宋明轩怀里，娇滴滴的笑：“明轩，跟这种土包子废什么话？赶紧让他签字滚蛋，这里臭死了！”宋明轩拍了拍方雨嫣的手，指着协议书：“江心瑶签了字，马上滚出这个房子！”我捏着离婚协议，盯着最后一条：“你要我净身出户？”宋明轩弹了弹烟灰，理直气壮：“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凭什么分你钱？”我指着他：“当年开公司的50万本金是我找乡下爸妈借的养老钱。”宋明轩冷笑一声：“所以我大人大量，没让你把这3年的饭钱吐出来。”他敲了敲桌子，满脸贪婪：“对了，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你乡下爸妈那套老宅子，听说马上要拆迁了，拆迁款归我，就当是你这3年耽误我青春的补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宋明轩，你想吃绝户？你要拿我爸妈的养老钱去养这个小三？方雨嫣翻了个白眼：“你说话放干净点，什么小三？我是宋氏未来的总裁夫人，明轩马上要给我买江景大平层了，拿你家一点拆迁款怎么了？”我浑身发抖，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砸在宋明轩脚下：“你做梦！想动我爸妈的房子，你不如去死！”宋明轩勃然大怒：“江心瑶，你别给脸不要脸！”宋明轩猛地冲上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我后脑勺撞在破沙发上，一阵眼冒金星。方雨嫣走上前，一脚踢翻了我的编织袋，旧衣服散落一地。捡破烂的，明轩给你脸，你还不兜着？信不信我找人去乡下，把你爸妈赶出老房子？我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我看着这个为了钱
连良心都不要的畜生，心里的最后一丝感情彻底死绝。我抓起笔，在离婚协议上刷刷签下名字。宋明轩看着我的签名，得意的笑了。算你识相，赶紧带着你的垃圾滚！我把笔扔在他脸上。宋明轩，你记住，你现在开公司的本金是我的，你以后也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我冷笑出声。江景大平层，你连租办公室的钱都没付清，你拿什么买大平层？宋明轩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你神经病吧？江氏大厦的租金我早结清了。我懒得理他，提起编织袋就往外走。走出老破小，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林叔的电话。林叔，宋明轩在江氏大厦顶层的办公室断水断电，我要收房。江氏金融大厦顶层总裁办公室，宋明轩正带着几个大客户喝茶。各位，这整层楼以后就是我的地盘，跟着我干，保你们发财！话音刚落，办公室啪的一声，全黑了，空调停了，灯灭了，连那套千万茶桌上的电茶炉也灭了火。客户当场变了脸。宋总，这就是你吹的高档铝铁力，怎么连电都供不上？宋明轩急得满头大汗，疯狂拍桌子。秘书，报案！怎么回事？人都死哪去了？方雨嫣拎着高跟鞋跑进来，娇喘连连。明轩不好了，全楼都断电了，电梯也停了，客户全被关在半路了。宋明轩气得把茶杯摔得粉碎。妈的，关键追击掉链子！王经理呢？让他滚过来见我。他抓起手机拨通了物业王经理的电话。王经理，你怎么办事的？我这谈着大生意呢，你给我断电！电话那头，王经理声音支支吾吾。宋总，实在抱歉，是上头的意思，说大厦线路要全面减商，所有欠租的租户都要先断电配合。宋明轩一听，嗓门拔高了8度。欠租你看清楚，我可是未来的代言人。王经理，你是不是不想混了？王经理赶忙讨好。宋总，您别急，我这就亲自去把闸给你推上。估计是底下人弄错了，把您当成那帮没钱的穷鬼了。过了1分钟，灯亮了，空调也恢复了转动。宋明轩擦了把汗，重新换上嚣张的笑脸。各位误会，物业的人刚给我道歉了。这大厦以后我说了算，谁敢断我的电？方雨嫣在一旁拼命煽风点火。就是明轩，我看肯定是那个江心瑶搞的鬼。他刚才不是找那个老物业要收房吗？肯定是他去偷电闸了。宋明轩眼神阴狠。江心瑶，他一个卖盒饭的也配碰电闸？等我签了代理合同，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在这一带要不到饭。我回到老破小，刚把剩下的行李装好，防盗门被撞得咣咣响。我打开门，宋明轩的妈，也就是我婆婆，带着方雨嫣闯了进来。婆婆进门就啐了一口，指着我的鼻子骂：江心瑶，你这个丧门星，生不出蛋的母鸡，你竟然真敢跟我儿子离婚！我冷笑一声：妈，是你儿子出轨在先，离婚协议他已经签了，协议书就在桌上。婆婆冲过去抓起协议书，看都没看，撕得粉碎。签了也不算，我还没点头呢。她一屁股坐在我还没搬走的蛇皮袋上，满脸贪婪。想要离婚也行，我听说你乡下爸妈那套宅基地要拆迁了，那可是我老宋家的孙子命根子。她把方雨嫣拉到身边，摸着方雨嫣的肚子。雨嫣已经怀了明轩的骨肉，你把那套房子的过户手续办了，给雨嫣肚子里的孩子当补偿，我就准你滚蛋。我看着这张老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妈，那房子是我爸妈住了一辈子的老家，凭什么给你们？婆婆蹭地站起来，抬手就要抽我巴掌。凭你没本事，凭你占着茅坑不拉屎。这3年要不是我儿子赚钱养你，你早就饿死在大街上了。方雨嫣在一旁娇滴滴的帮腔：大姐，明轩说了，那拆迁款可是要拿来给我买江景大平层的。你爸妈都半截入土了，住那么大房子干什么？给小姑子当嫁妆也行啊。我一把抓住婆婆扇过来的手腕，用力一推，婆婆脚下不稳，一屁股摔在地上，嚎啕大哭。打人了，儿媳妇打婆婆了，没天理啦！我拎起蛇皮袋，眼神冷得像冰。宋明轩欠我的命，我会一条条讨回来。至于这房子，你们一砖一瓦都别想碰。方雨嫣尖叫：江心瑶，你疯了！明轩现在可是大老板，他动动手指头就能弄死你。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就让他试试，看谁先死。我拎着蛇皮袋走下楼，阳光有些刺眼。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稳稳停在路边，林叔亲自下车，接过我手里的破口袋，深深鞠了一躬：小姐，受委屈了，回总部吧，收租大队已经到齐了。我坐进车后座，脱掉那身发白的旧运动服，换上林叔准备好的高定西装。我看着车窗外那栋高耸入云的江氏金融大厦，声音平静：
林叔，宋明轩那边的欠租清单列好了吗？林叔恭敬递过一份文件，一共列个月，违约金、滞纳金加上之前他从您公司非法挪用的公款，一共5000万。我翻看着清单，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王经理那边呢？林叔压低声音，他收了宋明轩300万汇利，正准备在明天的招商推介会上私自签署整条金融街的独家代理协议。我合上文件，闭上眼。好，通知下去，明天的招商会我要亲自主持，顺便把全城的媒体都请过来。宋明轩，你不是爱演霸总吗？明天我就让你在全城面前演个够。江氏集团总部66层，我坐在真皮转椅上，脚下是整座城市的车水马龙。林叔递上一张照片，上面是物业王经理和宋明轩推杯换盏。小姐，王经理已经答应宋明轩，只要签了代理合同，就免许他之前半年的欠租。我冷笑一声，把照片扔进碎纸机。拿我的楼做人情，他也配？林叔压低声音，还有宋明轩的老妈到处跟邻居炫耀，说他儿子马上要买下整条街，还要接他去住大平层。我转过身，看着落地窗里的倒影。林叔，给王经理发个消息，就说总部明天会派人参加招商会，我要亲眼看着他们是怎么在全城老板面前把我江家的家产瓜分干净的。林叔恭敬点头，明白。收租大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封楼。我点燃一支沉香，烟雾缭绕。宋明轩，这3年我让你当霸总，你真以为这江山是你打下来的？第二天一早，我去自家的江氏百货挑选招商会的礼服，还没进门就听见一阵熟悉的嘲笑声。哟，这不是那个卖盒饭的江大姐吗？怎么，老婆小住的不舒服，跑来商场吹空调了？方雨嫣挽着宋明轩的手，满身名牌，招摇过市。宋明轩扫了我一眼，眉头拧成死结。江心瑶，离婚协议都签了，你还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干什么？我理了理西装袖口，冷淡开口：这家商场是你开的吗？我为什么不能来？方雨嫣夸张的捂住嘴，指着我身上的高定礼服：这礼服要6位数的，你这种穷鬼摸坏了裙摆，把你爸妈那老宅子卖了都赔不起。他转头拉着宋明轩的胳膊：老公，你快跟导屌说，把这女的轰出去，别让她脏了这里的空气。宋明轩拍了拍方雨嫣的手，一脸施舍地看着我。江心瑶，做人要认命，这种地方不是你能消费得起的，赶紧滚，别逼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我不仅没走，反而大步走到导购面前，把这排礼服按我的尺寸全包起来。导购刚要动作，方雨嫣尖叫着冲过来：他是个骗子，他没钱，快报警抓他！宋明轩也沉下脸，挡在我面前。江心瑶，你疯够了没有？没钱装什么大款？你拿什么付账？拿你那盒饭里的鸡汤吗？我冷笑一声，从包里掏出一张红色的催缴单，直接甩在宋明轩脸上。宋明轩，睁大你眼看清楚，这是你公司欠江氏大商半年的租金催缴单，整整6月，2000万租金，你1分没付。宋明轩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手忙脚乱地捡起那张单子。你怎么会有这个？这不可能！王经理明明说……我逼近一步，眼神凌厉。王经理，他自顾不暇了。你拿着欠租的钱给小三买名牌，这就是你所谓的霸总。商场里的顾客纷纷围过来指指点点，方雨嫣气得直跺脚。老公，他在胡说！你可是大老板，怎么可能欠租？宋明轩恼羞成怒，猛地撕碎了那张催缴单。江心瑶，你少在这妖言惑众，这单子肯定是假的！你就是嫉妒语言，故意来搞坏我的名声！他指着商场大门，对手底下的几个跟班大喊：给我把他轰出去！以后在这条金融街，我不想再见到这个疯女人。几个跟班刚要动手，林叔带着黑衣大汉已经挡在了我面前。宋明轩看着那群气势逼人的保镖，吓得往后退了几步。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想干什么？林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小姐，招商会的时间快到了。我点点头，轻蔑地扫了一眼瘫在地上的宋明轩和方雨嫣。宋明轩，今天的招商会，你最好准备一份完美的演讲稿，因为那将是你作为宋总人生中最后一次发言。我带着人扬长而去，方雨嫣在后面尖叫：老公，你一定要在招商会上弄死他，让他知道你的厉害！江氏金融大厦招商推介会现场，全城的商界名流都到了，红地毯一直铺到了街对面。宋明轩换上一身粗新的西装，油头粉面的站在门口。婆婆穿着一身大红大绿的旗袍，在人群里到处显摆。各位老板，那是我儿子，看到没？这整栋大雄马上就是他的啦！宋明轩挺着胸脯，正跟王经理低声耳语。王经理，协议带了吗？签了字，那300万就是你的了。
王经理擦着汗，连连点头。带了，只要招商会议结束，代理权就是您的。就在这时，我穿着那套6位数的顶级礼服，在林叔的簇拥下走进会场，全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宋明轩看到我，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江心瑶，你还敢来？保安，谁放这个女人进来的？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冷冷一笑。我不仅要来，我还要坐到第1排。宋明轩，看着我，我是来收房的。招商推介会，灯光亮得刺眼。老公宋明轩站在台上，红光满面。各位，这栋江氏大厦以后就是我们宋氏中介的总部，整条金融街我说了算。方雨嫣挽着他的手，笑得花枝乱颤。宋总威武，以后这栋楼就改名叫雨嫣大厦，好不好？我在台下冷笑一声，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走上台。宋明轩看清是我，脸色猛地下沉。江心瑶，谁让你上来的？保安，把这个卖盒饭的轰出去！我不仅没退，反而把编织袋往演讲台上一砸，哗啦一声，一麻袋房产证散落一地。我拿起麦克风，声音传遍全场。宋明轩，你脚下踩的地板，头顶吹的空调，全是我江家的。今天我不卖盒饭，我来收房。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老公宋明轩弯腰捡起一本房产证，手抖得像筛糠。江氏金融大厦所有人江心瑶。他猛地抬头，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不可能！你就是个穷酸的全职太太，你怎么可能有这栋楼？方雨嫣尖叫着冲过来，抓起房产证，撕得粉碎。假的，全是假的！你这种穷鬼，拿地摊货来骗谁呢？我反手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方雨嫣脸上。撕！你继续撕！林叔，告诉他撕毁我的房产证该怎么赔。林叔带着黑衣收租大队走上台，目光如电。小姐，补办一本房产证的工本费不要紧，但耽误了招商，我们要追究1000万的违约金。物业王经理吓得瘫倒在地，裤裆瞬间湿了一片。江总，我真不知道大厦是您的。我转过身，冷冷盯着我可疑似的老公。宋明轩，代理合同你还没签吧？王经理收了你300万赔礼，私下给你开绿灯，可惜他今天被开除了。宋明轩还在垂死挣扎，抓住王经理的衣领。王经理，你说话！这大厦是你管的，你快说这女人是疯子！王经理一把推开他，哭着跪在我面前。江总饶命！是宋明轩诱骗我，他说只要拿了代理权，就分我500万。我冷笑一声，对着对讲机下令：全楼听令，宋氏中介欠租半年，租金2000万，即刻断水断电，封死所有出入口。叮的一声，全场陷入黑暗。宋明轩和方雨嫣在黑暗中惊恐的尖叫。电梯停了，中央空调停了，台下的商界名流纷纷起身离开，像看垃圾一样看着宋明轩。原来是个欠租的假霸总，亏我还想跟他签合同。就是，连老婆的楼都想骗，真是畜生不如。方雨嫣急得大喊大叫：“别走！你们别走！我老公有钱，他马上就要买大平层了！”我走到他面前，直接拽下他脖子上的真翡翠玉牌。这玉牌是拿我公司的公款买的，现在我收回了。方雨嫣想冲上来抢，被林叔一脚踹开。宋明轩跪在地上，死死抱住我的腿。老婆，心妍，我错了，我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了心眼啊！我一脚踢开他的手，眼神厌恶。宋明轩，这20层楼电梯已经锁了，带着你的小三，给我一层一层爬下去！宋明轩和方雨嫣在大门口被保安拦住了。宋总，您的办公桌、电脑，还有那套紫檀茶桌，全被抵押了。林叔拿着清单，面无表情地念：除了身上这套西装，这栋楼里的一砖一瓦你都带不走。宋明轩气得吐血，指着那套1000万茶桌：那是我看中的，我都付了定金了。我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把那壶滚烫的茶水泼在他脚边。定金那是拿我的副卡刷的，我也收回了。方雨嫣拎着断了跟的高跟鞋，哭得妆都花了。明轩，咱们走，咱们去老破小，咱们还有乡下那套拆迁房。我冷笑一声：拆迁房那是我爸妈的名字。林叔，通知下去，宋明轩正式被金融街封杀，我要让他在这座公市里连个厕所都租不到。宋明轩带着方雨嫣回到了那间老破小，刚进屋发现水管爆了，满地都是污水。妈的，怎么这么倒霉？宋明轩踢开脚边的破盆，急着给王经理打电话：王经理，你快救救我！你不是说那300万能帮我翻盘吗？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警报声：王社因涉嫌贪污受贿，已被正式批捕，请不要再拨打此电话。宋明轩手里的手机啪的掉在地上，方雨嫣躲在角落里，嫌弃的提着裙摆：
宋明轩，你到底还有没有钱？你不是说要给我买江景大平层吗？宋明轩猛地转过头，像疯狗一样瞪着他。要不是为了给你买名牌，我至于欠江心瑶2000万房租吗？两人在污水里扭打在一起，互相扇巴掌。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林叔递来一份起诉书。小姐，关于方玉嫣撕毁您衣服和房产证的赔偿，律师已经拟好了。那件旧运动服虽然看着破，但那是您创业初期专门定制的限量款，上朝20万。我点点头，看着窗外的晚霞，让他们赔。没钱就去搬砖。就在这时，公司前台传来闹事的声音。我前婆婆拎着一篮子烂红薯，在公司门口撒泼打滚。江心瑶，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发达了就不要破产了。我儿子跟你过了3年，你竟然让他去睡大马路！林叔想去叫保安，我摆了摆手，让他进来，有些账正好当面算清。婆婆冲进办公室，把烂红薯往地上一扔。江心瑶，你赶紧把大厦的代理权还给明轩，再给他2000万周转，否则我就去你爸妈老家闹，说你逼死婆婆。我看着他那副撒泼的嘴脸，冷笑一声：“妈，您儿子出拐方雨渊的时候，您可是亲口说我是生不出蛋的母鸡。”婆婆眼神躲闪，梗着脖子喊：“那是气话！雨嫣肚子里有我老宋家的后，你算什么？”我拿出一张3年前的银行流水单，拍在桌上。3年前，您老公尿毒症住院，是谁卖血凑的手术费？这3年，您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哪一样不是我挣来的？婆婆语塞，随即又坐在地上大哭。我不管，反正你救了老头的命，就得救我儿子。我走到婆婆面前，俯身盯着她的眼睛。我已经救过宋家1次命了，不欠你们了。林叔，给宋明轩发律师函，他非法挪用公司公款300万，不还钱就等着坐牢吧。婆婆吓得止住了哭声，满脸惊恐。坐牢？你要让我儿子坐牢？我直起身，语气冰冷。不仅是他，方雨嫣肚子里那个孩子能不能生下来还是个问题。宋明轩现在负债累累，你觉得方雨嫣会陪着他受苦吗？话音刚落，宋明轩的电话打到了婆婆手机上。妈，救命啊！方雨嫣把我家底全卷跑了，连那套老破小的电视机都没给我留下。婆婆眼珠一翻，直接晕倒在我的地毯上。我让人把婆婆送去了养老院，医药费从宋明轩的欠款里扣。宋明轩像个乞丐一样在大厦门口守了3天。他一看到我下班，就扑上来想抱我的腿。老婆，我错了，方雨嫣那个贱人骗了我，她根本没怀孕。我嫌恶的退后一步，林叔带着保镖将他隔开。宋总，离江总远点，你现在的身价连这块地毯都赔不起。宋明轩鼻青脸肿，满身酒气。心瑶，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爸还在家等着你回去熬汤呢。我看着他，一字一句的开口：“宋明轩，当年我救你爸，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个有良心的人。现在我知道了，你连畜生都不如。明天我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你爸妈那套老宅子我要收回来。”宋明轩急得跳脚，指着我大骂：“江心瑶，那是我的祖宅，你有什么资格收？”我冷笑一声：“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你为了给小三买车，拿祖宅做了抵押担保，现在你没钱还，债主把抵押权转让给我了。”宋明轩彻底傻眼了，颓然坐在地上。就在这时，他妈竟然带着几个乡下亲戚，抬着一口薄皮棺材堵在了公司门口。江心瑶，你想要房子，就先把我这个老太婆埋进去。各位老乡，快来看啊！这女人要把公婆赶到大街上，这要遭天打雷劈的。几个亲戚围着我指指点点，嘴里全是难听的话。心瑶啊，做人不能这么绝。明轩不就是犯了点错吗？你至于要把人往死里整？我看着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亲戚，心里最后一丝温度也没了。犯了点错。我走到那个说话的亲戚面前，眼神凌厉。宋明轩拿我爸妈的养老钱去养小三，这叫犯了点错。他在外面花天酒地，让他妈来找我下跪要钱，这叫犯了点错。我转过身，对着那口棺材猛地一踢。妈，你想要这棺材是吧？行，林叔，现在就送他去最好的墓地，费用我全出。婆婆吓得从棺材里蹦出来，哪还有半点要死的样？你这个疯子，你竟然敢踢棺材！我拿出对讲机，收租大队听令，把这些非法入侵公司的人全部送去派出所，谁敢拦就按循线姿势处理。亲戚们一看要报警，吓得四散而逃。婆婆坐在地上拍大腿，没天理啊！儿媳妇要抓婆家人了！我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张照片。照片上，宋明轩正跟方雨嫣在地下室里吃泡面，两人还在因为谁吃火腿肠吵架。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儿子，他现在连一根火腿肠都买不起了。婆婆看着照片，终于崩溃大哭。作孽啊！真是作孽啊！
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妈，如果您还想回乡下住，就老老实实劝宋明轩把离婚协议里欠我的钱还了，否则您就跟着他一起去地下室啃方便面吧。宋明轩终于受不了了，他一个人来到公司天台，说要跳楼。江心瑶，你不见我，我就从这跳下去，让你这栋楼变凶宅。我站在天台门口，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林叔，把录像机架好。宋总要是跳了，正好省了我起醋的功夫。宋明轩站在边缘，双腿打颤。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我冷冷开口。旧情？3年前我卖血的时候你在哪？你爸做手术，我在手术室哭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和方雨嫣商量怎么骗走我的老家拆迁款。宋明轩脸色惨白，慢慢从边缘退了回来。心瑶，只要你肯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一指远处的江景，我要你去我爸妈坟前跪3天3夜，然后滚出这手动室。宋明轩最终没敢跳，他像条狗一样爬下天台，签了所有资产转让协议。宋氏中介正式宣告破产，所有资产被法院查封。方雨嫣因为涉嫌诈骗宋明轩的财物，也被警方带走调查。两人在法庭门口相遇，还在互相吐口水。宋明轩，你个没用的废物，害老娘跟你受罪！方雨嫣，你这个满嘴谎话的烂货，我的钱全被你卷光了。我坐在劳斯莱斯里，看着这一幕，平静地升起了车窗。林叔，回乡下接爸妈去城里住。车子开进乡下的小路，远远看见我爸妈的老宅子，几个地痞无赖正拿着油漆桶往墙上喷字。还钱！欠债还钱！带头的竟然是宋明轩的小舅子江心瑶，我知道你回来了。宋明轩欠我10万块，他说拿这房子抵债。我爸妈缩在门口，吓得瑟瑟发抖。我推开车门，眼神瞬间冷了下去。林叔，清场！黑衣收租大队瞬间冲了上去，不到3分钟，几个无赖全被按在了泥地里。我走到小舅子面前，一脚踩在他的手上。宋明轩拿我爸妈的房子抵债，他哪来的脸？小舅子疼得哇哇乱叫。他说这房子迟早是他的，他手里有你签的空白委托书。我气笑了。那个畜生，原来早在3年前就骗我签了委托书，说是为了办保险。我拿过那张纸，当着他的面撕成碎片。这种非法的委托，法律上根本无效。林叔，送他们去局里，告他们非法入侵住宅、勒索敲诈。我爸拉着我的手，眼泪直流。西瑶啊，咱们不跟他们斗了，这房子咱们不要了，咱们回城里躲躲吧。我拍了拍爸爸的手背，声音坚定：爸，该躲的是他们。这片地现在全归我了。我指着远处的一片荒地。林叔，告诉他们这片地以后要建什么。林叔恭敬开口：小姐计划在这里投资5000万，建全省最大的农业街物流中心。宋家的那几块地刚好在正中心。宋明轩听说我要征收他家的地，竟然连滚带爬的跑到了村口。他以为发财的机会来了，张口就要500万。江心瑶，你想争我的地？行，500万，1分都不能少。他妈也跟着在一旁帮腔。对，这地是我老宋家的根，你想发财得先让我们发财。我看着这贪得无厌的一家人，冷冷一笑。500万，宋明轩，你忘了你还欠我2000万房租和5000万滞纳金吗？抵消之后，你还得赔我6500万。宋明轩的笑脸瞬间僵住。你那是抢钱！我直接甩出一叠法院的裁定书。法律认定，由于你无力偿还债务，你名下所有的土地和资产正式划拨给江氏集团。也就是说，你现在占的每一寸土都是我的。我转过身对施工队的工头说：“开工，先把这几个人给我请出去。”推土机的轰鸣声响起，宋明轩和他妈被保安像扔垃圾一样扔到了村外的河沟里。我站在高高的土堆上，看着落日。宋明轩，你的良心是塑料的，你的命也该在这烂泥里待着了。我挽着爸妈走向崭新的豪车。从此以后，这条金融街，这个城，只有我江心瑶说了算。我坐在江氏大厦顶层的真皮沙发上，林叔推门而入。小姐，那条白眼狼忍不住了。老公宋明轩推开门，手里紧紧攥着一份文件，他满头大汗，眼神里透着疯狂。江心瑶，算你狠，大嫂我给你，但金融街商场那块地，你想要商场？行，拿1个亿来买断，否则我就在那耗死你。我接过合同，扫了一眼那拙劣的公章，那是他找贾王经理伪造的。我把合同往桌上一扔，冷笑一声：“宋明轩，50年租期你可真敢开口。不过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要签可以，但必须签这份个人无限责任担保。”宋明轩看都没看，刷刷签下名字。
签就签，只要能拿到钱，老子管你什么担保。我看着那2个扭曲的字，嘴角微微上扬。林叔，去准备一下。宋总既然这么爱租房，那咱们就让他租个够。宋明轩签完合同，一脸得意。江心瑶，等1个亿到账，我就带着语言去澳洲买庄园。我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1个亿。宋明轩，你是不是还没看清楚合同附件？你签的是运价从履协议，商场的租金每小时调整1次，现在的租金是每分钟1万。宋明轩愣住了，随后发疯似的大喊：“你放屁！哪有这种租金？你这是强奸！”我指着合同上的公章，合同是你自己签的，章也是你自己盖的，法律认定真实有效。现在你已经欠了江氏集团500万租金，如果你付不起，你全身的器官都要进失信名单。宋明轩瘫坐在地，手机突然响了，是催债公司的电话。宋先生，您用商场合同抵押的5000万高利贷，由于合同造假，现在要求您立刻还款。宋明轩惊恐地瞪大眼，手里的合同掉进了垃圾桶。方雨嫣躲在城郊的出租屋里，正往皮箱里塞金条。宋明轩那个废物彻底完了，老娘才不跟他去大街上要饭。他把当年从我这抢走的假首饰塞进兜里，又卷走了宋明轩最后那点救命钱。刚推开门，一个穿黑西装的壮汉挡住了路。方小姐，想去哪啊？方雨嫣吓得后退，声音发颤：“你是谁？我是宋氏总裁夫人，你敢动我？”壮汉冷笑一声，露出一口黄牙：“什么宋夫人？宋明轩现在欠了我们龙哥5000万，你是他的担保人。”方雨嫣我不是，尖叫着反驳：“我没签过字，那是他自己签的。”壮汉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直接往门外拽。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没钱还。行啊，龙哥在公海有个地下赌场，正缺你这种细皮嫩嫩肉的去刷盘子还债。方雨嫣被塞进了面包车，她在车里拼命挣扎，大喊大叫：“我有钱，我这有金条！”他掏出一根金条递过去，壮汉接过来咬了一口。嘿，剁金的颠块！你这种货色，连宋明轩都骗，还想骗龙哥？方雨嫣绝望地看着那根掉色的金条，那也是宋明轩送给他的。他被带到了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厨房，几十个凶神恶煞的赌徒在外面喊叫。方雨嫣跪在满地的干水里：“求求你们，让我给江西瑶打电话，我有秘密要告诉他！”壮汉一巴掌抽过去：“江总现在正忙着接收金融街，没空理你这种烂货。洗不完这1万个盘子，今晚你就去跟后院的野狗睡吧。”方雨嫣看着满池子的油腻，放声大哭。我回江氏大厦上班，在大门口看见了一个佝偻的身影，老公宋明轩。他穿着一身破烂的清洁工制服，正跪在地上抠地砖缝里的口香糖。想当年，他也是坐着迈巴赫在公司门口吆五喝六。我从他身边走过，高跟鞋发出清脆的声音。宋明轩猛地抬头，眼里全是血丝。老婆心瑶，我错了，你救救我！龙哥要把我的手剁了还债，求你看在咱们3年夫妻的份上，给我口饭吃吧！我停住脚，低头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宋总，方圆不是说我把地板踩脏了吗？这地砖可是高档大搭石，弄脏了你真的赔不起。宋明轩疯狂地用袖子擦地，边擦边哭。我擦，我这辈子都给你擦地，只要不让我去坐牢，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冷笑一声，把手里的半瓶矿泉水倒在地上。好啊，大厦还缺个扫厕所的，扫干净了，我考虑帮你还那5000万的利息。宋明轩真的成了江氏大厦的保洁，每天下午他都要提着马桶刷去顶层办公室清理厕所，那里曾经是他做梦都想坐进去的地方。几个以前被他羞辱过的老下属正围在厕所门口。哟，这不是宋总吗？怎么现在改行研究马桶了？宋明轩低着头，恨不得把脑袋塞进马桶里。别说了。一个高管把一叠废纸扔进马桶，这就堵了，故意按了冲水，导致溢了一地。小心江总扣你工资。宋明轩跪在地上，徒手去掏那些污物，泪水和臭水混在一起。方雨嫣在地下室洗盘子，他在大厦扫厕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真爱结局。劳斯莱斯停在江氏大厦门口，钱婆婆像个疯子一样冲上来，死死拦住车头。江心瑶，你给我下来！你这个毒妇！林叔下车想把人拉走，婆婆直接躺在地上打滚。大家快来看啊！儿媳妇发大财，要把高公婆饿死在大街上啦！我老爸还在病床上躺着等钱救命，他竟然让我儿子去刷马桶！我推开车门，
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我走到他面前，直接把一叠红色的凭证甩在他脸上。妈，救命！3年前你老公的手术费一共30万，这里30张卖血验证，每一张都记着我被抽走的400回眼血，还有这些。我打3份公证的钱全被宋明轩拿去买名牌哄小三了。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天哪，这老婆真不要脸！救命，恩人眼吧！婆婆看着那些卖血凭证，脸色变得惨白。那也是你应该做的。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狗。我气急反击，一巴掌抽在她满是褶子的脸上。狗？宋家这条命是我给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林叔，给疗养院打电话，宋明轩的父亲即刻办理出院手续，医药费停交。既然你们觉得我是毒妇，那这命你们自己续吧。婆婆吓得瘫倒在地，嗓子都哑了。不，江心瑶，你不能这么狠，那可是明轩的亲爹啊！我坐回车里，声音冷若冰霜。他死的时候，记得让他儿子去马桶里给他捞个送终钱。开车，别让这股臭味进了车厢。金融街外的垃圾处理站，方雨嫣由于在地下赌场偷钱被抓，被打断了腿，扔在了垃圾桶旁边。她浑身臭烘烘的，正趴在地上翻找半块发霉的面包。滚开！这是我的！一个满脸胡渣的乞丐冲过来，狠狠踹了他一脚。方雨嫣抬头一看，愣住了，竟然是宋明轩。他因为在大厦偷拿客户的钱包，被保安乱棍打出，连保洁的工作也丢了。曾经在5星级酒店喝红酒的2个人，现在在垃圾堆旁重逢了。宋明轩，你个没用的废物，你害死我了！方雨嫣抓起一个烂番茄，狠狠砸在宋明轩脸上。宋明轩也疯了，掐住方雨嫣的脖子。你这个荡妇，要不是为了你，老子还是僵尸的女婿！我掐死你这个扫把星！2个人在肮脏的垃圾堆里翻滚、互殴、撕咬。方雨嫣抓破了宋明轩的脸，宋明轩拽掉了方雨嫣最后一块遮羞布。还有金条，你那个金条是假的！你有个屁青春！你个刷盘子的烂货！我坐在不远处的劳斯莱斯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林叔递上一杯温热的咖啡。小姐，要处理掉吗？我摇了摇头，升起车窗。不用，让他们活着比死更难受。这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让他们在这垃圾堆里恩爱一辈子吧。我回到金融街，在最大的 LED 大屏幕下剪彩。今天江氏金融街正式成立养老慈善基金，我们将收回所有不合法的经营权，还金融街一个清净。台下掌声雷动，全城的媒体都在直播。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份黑名单，宋明轩、方雨嫣及相关关联人列入金融街永不接待名单，全城所有物业、酒店，甚至连厕所都不得对这2人开放。这就是最终的封杀。在这座城市，他们将彻底失去生存空间，沦为过街老鼠。我站在阳光下，看着这繁华的街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地砖，都重新刻上了我的名字。夕阳西下，我把最后一份转让合同锁进了保险柜。老公宋明轩发疯了，在河边一直喊着我是1000万。方雨嫣失踪了，听说被人卖到了偏远的山区，去当老媳妇的填房。那些曾经想吃绝户的亲戚，一个个卷铺盖卷回了老家，连头都不敢抬。林叔站在我身后，低声说：“小姐，该回家了，老爷和夫人在等您吃晚饭了。”我点点头，大步走向大厅。我再也不是那个提着饭盒卑微送餐的全职太太，我是这金融街的主人，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女王。我看着镜子里精致冷艳的自己，微微一笑。错付3年，这笔债我收齐了。